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星星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究竟是谁在人生的尽头等待着你。也就是说，这个陪你走到最后的他，究竟会是谁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呢陪我们走完前段的路，有的人呢可能到我们人生的中期才会刚刚的出现，但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会陪我们从头走到尾，又或者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在你人生的尽头等待着你。无论当前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今天呢我们要跨越这个时空，来看一下在最后等待你的人是谁。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很早就遇见这个会陪你走完一生一世的他，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可能真的要经历好几次的选择，最后呢才会真正的看清楚这个陪你走完最后的人，又或者是在尽头等你的人，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人。希望每一个朋友呢不要怀疑，一定要坚信，你来到我们的这个宇宙，你来到我们的这个地球，在缘分的连结当中，是有一个人，他会在尽头等待着你，会牵着你的手，会陪着你一起走到最后，让你心有所依，不再孤单。好，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的话，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我呢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和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里。我们呢从左往右依次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从左往右，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第一组牌的朋友，今天呢为你们选择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紫色水晶。第二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们是一个新朋友，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大黄蜂碧玉。大黄蜂碧玉。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选择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东陵玉。好，为了方便每一个朋友可以去连接到跟自己能量连接最紧密的一个牌组，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我们来问一下宇宙，请你告诉我，陪我到最后的人究竟是谁？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尽头等待着我呢？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牌，哪一颗能量宝石在能量上跟当下的自己是最有对应、最有连结的呢？那由于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大众占卜有一些朋友如果在能量的选择当中，你觉得有2副牌，或者是
一张牌和另外一个能量宝石，当下呢，在能量的感应当中，你都觉得非常的有对应，还有连结感。那么我会强烈的建议你2副牌组的能量呢都听听看，因为你的能量还有讯息有可能呢是分在2副不同的牌组里。好，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看一下，他在尽头等你，陪你到最后的人。那我们待会见哦。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颗紫色的水晶，好，放在这个上面。那第1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呢抽到的这个牌我们提前抽到的，来收集你们的能量今天的这个第1张牌呢是我们的 Milky Way 银河，然后呢这个关键词呢是 perspective，银河的能量首先呢，第1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关于你们在人生尽头等你们的这个人，跟你的缘分呢是非常深的。你们可能呢曾经都是我们所谓的古老的灵魂，你们曾经呢都在不同的，比方说国度、不同的星球，在不断的去我们所谓的重生或者是现世。因为呢，你们可能有非常强烈的使命感，你们呢在累生累世就是在帮助不同的星球或者是不同的种族吧，在帮助他们。同时呢，你也在完成着自己的一个进化，还有你灵魂的一个成长。那么我看到呢，这个在人生尽头等你的他，跟你有比较类似的一个情怀。也许呢，他也非常喜欢自由，他很喜欢很广阔的天际，然后呢，也喜欢去探寻在伟大的银河系当中不同的星球、不同的时代能够带给他不同的一种学习或者是感悟。这个是 Milky Way， 所以我看到的是其实第1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能量当中Milky Way， 我觉得这段连结呢，给人的感觉是你们2个人有比较高深的一种体会，有比较高的一种灵性的追求，又或者是说你们对于人生有非常深刻的一种理解。你们2个人呢，这种连结不仅仅是所谓的在合适的年龄遇到一个合适的人，然后呢就开始携手。第1副牌的朋友这个在尽头等你的他，更像是跟你经历了很多的事。你们有可能呢是携手一起经历，也有可能呢是自己在一个我们所谓的自己的一个空间里去经历。但是当时机成熟，当你们想稳定下来的时候，你们就将遇见这个在尽头等你们的，跟你们缘分极深的一个人。这个是 Milky Way 给我的一个感应给人的感觉很玄妙所以说，也许你跟他的相遇，其实冥冥之中早就注定，只是当前的你未必知晓，或者是如果你已经遇到他，你可能觉得这个人跟你似曾相识。你可能觉得这个人跟你无论是经历什么样子的风雨，分开也好，和好也罢，最后你们2个人一定会携手陪彼此走到人生的尽头。今天呢，我们看的是陪你走到最后的人，这个在尽头等你的他。那么这个人是否是一定跟我们以婚姻的方式连结？我们今天不会去做一个所谓的一定要，因为我们今天并不是看契约关系，我们是要来看在你最后的人生尽头里，这个会陪你、等你、关照你、爱护你，你们2个人是相互我们所谓能量的一种归属，这样子的一个他究竟是谁？以及你们2个人的缘分，还有你们2个人的故事这个是 Milky Way 第1副牌的朋友。好，我们现在呢就来抽一下牌我们来展开的看一下相关的一些具体内容。
好，请宇宙告诉我啊，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在尽头等你，陪你到最后的人。好，我们出现的第一张牌 Hierophant，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张牌是圣杯二，好，我们今天来抽一下牌，我们具体看一下啊，这个会陪你到最后的人，在尽头等你的他，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对象？你们两个人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如何的一个连结？宝剑二，恶魔牌，金币八，权杖侍者正位，宝剑八，圣杯国王正位，命运之轮的逆位，宝剑国王逆位。好，来看一下啊，第一副牌的朋友，关于你们的这个尽头等你的他啊，这个会陪你到最后的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两个人有怎样的一个爱情故事，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是怎样的一个关系、能量、缘分的连接呢？好。首先呢，我看到第一个能量啊，我觉得是比较多的，就是你跟这个人两个人都是非常爱学习的，而且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对于人生的感悟这个话题非常的喜欢。我看到你和对方其实都非常的就是很会学习，这个学习并不是书本上教室里的那种学习，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感悟。你们其实是非常喜欢在比方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领域里去跟一些大师级别的人啊做一个学习，又或者是说去跟着优秀的人，你们心中的导师、你们心中的偶像，去向他们学习，成为你们心目当中一个更加优秀版本的自己。其实，在你们的能量当中啊，就是有很爱学习、很爱提升自己的这个能量，而你们的这个陪你的人哦，陪你到最后的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这个人有可能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生引领师，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在人生的感悟方面是理解很深刻的。如果你问他两个人的这个缘分，两个人的这种相处里面，或者是两个人的情感连接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非常有可能告诉你的答案是相互之间的理解。这个人非常喜欢去所谓的探寻啊，探寻的是一些很大的方面，比方说哲学的、人生大道的啊、理想的等等，这些很大很大的主题，而不是居于你生活里很多的那种小事和杂事的这样子的对象。我们看到银河系 perspective， 这个人心很大，想的很多，他的理想可能也非常的高远，所以我看到是当你们两个人相遇以后，当你们两个人去相互陪伴的时候，你们两个人是真真正正的啊，成为了彼此的灵魂的伴侣。灵魂的伴侣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两颗心可以心心相印，就是两个人的灵魂可以相互的去理解和被理解，就是两个人呢可以去通过你们的时间去有效的去沟通，相互彼此的一种学习，相互彼此的一种提升感。这样子的一种感觉能够让你们两个人就是非常清楚的看到，就是你们定下来了，这就是你们一直在寻找的，又或者是你们一直在等待的一个对的那个人，他出现了。那么在你们的
缘分当中，在你们的关系的这个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爱情故事里面吧，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呢？我看到其实当前呢，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非常有可能呢要穿破一些业力的突破，才会真正的遇见这个人。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看到是你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地球，或者是选择这一生这一世的一个生活吧。其实你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多体会，或者是多学习，让自己多成长。那么也就注定，我们不能用绝对的注定因为其实占卜当中我也不喜欢用这种注定的能量，但是呢，我觉得它是有一点冥冥之中有安排的感觉，就是说你会在生活当中冥冥的有一些安排，这个安排呢是你其实是想去经历的一些，或者是你想去体会的一些，通过体会和经历来学习来成长。我看到呢，在你的感情之路里面第一副牌的朋友，你有可能会经历所谓的选择题。那么这个选择题来到你的身边，其实是既有可能是你自己想去做的一种挑战，也有可能呢是宇宙在不断的去测验你，想清清楚楚的弄明白，究竟你什么时候愿意定下来，或者是什么时候想去遇见这个真正跟你我们所谓的就不会再变了，陪你到最后嘛，你们两个人都会定下来再也不改变的这个人，他的存在，什么时候宇宙把这个人引领到你的身边呢？我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些能量，你们可能会经历有这种业力的考验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会经历一些业力的考验，你们会人生当中在感情里，尤其是在感情当中会经历所谓的选择题，究竟这个人可不可以，究竟那个人对不对？所以当你们遇到人生当中感情里的课题的时候，或者是困惑的时候，又或者是说不是那么的明白的时候，其实你们完全可以去放下这个心，就是说以一种接受自己的所谓的困惑，接受自己所谓的我不知道究竟该怎么样，或者是接近所谓的我想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想一想这样子的能量。因为我看到其实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困惑呀、选择题呀，或者是左右不知道该怎么样这样子的能量当中，你们才是越来越发的去理解自己，感悟着你们的所谓选择的这条人生道路，又或者是说真真正正的去了解自己的心究竟是想要得到什么。我看到其实有一段时间呢，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可能会放下感情比方说你们可能有一段时期，可能会在感情的一种非常强烈的能量磁场当中去接触不同的人，去选择，去爱，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升起那种控制欲，对不对？但是呢，经历了这样子的一段，有点像是情感的课题之后其实你们会让自己平静，你们会归于一种放空的，或者是把自己的生活重新的规划和整理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其实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会先经历比方说一段感情，然后呢把自己的能量和主要的一个精力吧放在你的比方说你想去做的事情上面，所以你有一段时间可能会非常专注的去谈恋爱，去谈感情，但是呢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你可能就会有一点像是不想再谈恋爱，或者是不想谈感情，而是把自己的专注力转移了。转移给了什么呢？也许是转移给了你的梦想，也许是转移给了你的事业，也许是转移给了你的艺术你心中喜欢的艺术，又或者是说你心中一直想去完成的，想去学习的，想去提升的一个项目。也就是说你在人生的当中是有一次所谓的人生新的旅途，这样子的能量，是完全跟之前不太一样的心态，不太一样的选择。我们看银河系 perspective， 你会沉浸在感情
的课题里，但是你也同样会从感情的课题里抽离出来，去让自己所谓的换一个磁场，或者是换一个环境，让自己的心态从一个领域变换到另外一个领域，去体会另外一种生活，或者是体会另外一种过法。所以我看到这边啊，第一副牌的朋友就是有这种转换的能量啊。那么在你们转换之后啊，你们其实是会真正的有一点像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感情的经历啊，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反思、沉思以及领悟。当你们有了这个能量之后，就为你们整个情感或者是你的人生大的方向，我觉得有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稳定的基石，能够把你们之前所谓的迷茫、困惑啊、不理解，全部这些所谓的，就像那个上了锁的宝箱，就是一个一个都被你自己解开。你将非常清楚自己究竟是谁，你将非常清楚自己究竟是为什么当时没有办法去和那个人继续相爱，你将非常理解为什么自己有当下或者是未来你会有的一种领悟，以及你对你未来生活的一种安排和计划。我看到很多朋友啊，在你们的这个所谓的人生方向里面，其实最后会变得非常的能够驾驭自己的情感啊，能够驾驭自己的情感。这个能够驾驭呢，其实是和你们之前可能是年轻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前一段人生里面的经历有关系。很多朋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可能会有一次爱得非常辛苦的恋情，但是呢，这样子一个爱得很辛苦的恋情，它能够让你真正的明白怎么样去爱一个人，明白怎么样去接受别人给你的爱，以及在感情当中怎么样去做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选择，去做自己想做的那个人，哪怕这个对象是你们很爱的、很想得到的、很想抓住的人，你们仍旧懂得怎么样去跟这样子的一个人保持一个完美的距离，怎么样去保持你自己啊。我看到圣杯国，最后你们可能会过得非常的就是自信、勇敢，并且有爱，有能力给出爱，也可以去接受别人的爱啊。这个是圣杯国王。那么最后的两张牌，我们看到这里啊，有命运之轮的逆位以及宝剑国王的一个逆位。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呢，这个在尽头等你的人，以及陪你到最后的人，他是在你感悟之后，你将遇到的他，也就是当你真正的走完了人生的探寻阶段、稳定阶段，然后呢，来到了一个所谓的感悟阶段之后，你将遇到的一个人。所以很多朋友啊，其实这个真正会陪你到最后的人，他有可能呢是在你人生的稍稍晚一点的时间遇到，因为你在遇到他之前是有一段所谓的经历要去经历，又或者是说有一些所谓的业力清理，你要去勇敢的面对，并且完成他们。在遇见这个人之前，你会感悟，或者是你会感叹啊，人生为什么会如此的不顺利啊？尤其是在感情方面，也许你会感觉到自己其他的方面都很好，因为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非常有智慧的人，你们的智慧很厉害，你们呢也有可能是很古老的灵魂，你们经历了很多，你们经历了种种，但是呢，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感叹为什么好像没有别人，或者是你看到的你周围的朋友那么的顺利。但是事实上呢，你的感情很顺利，你只是说要多走一个轮回而已。那么这个轮回呢，不是所谓的前世今生，而是说你可能会在你人生的这个轨迹当中，就是经历几个很大的阶段和转弯，或者是蜕变，然后呢，就来到一个真正能够让你稳定心性，真正能够让你去安定下来，并且坚定的一个对象。我们看到的是当前呢，
你有可能跟这个陪你到最后的人是婚姻关系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契约关系吧。这个来到你生命真正跟你走下去的这个人跟你是有契约关系的。我们看到了 Hierophant 这个人呢，他有可能是你在人生成长之后遇到的一个非常成熟的人，和你一样啊，和你一样，你们都非常的成熟了，你们都非常的已经所有的经历过了，所以你们对人生是有感悟的，所以你们是能够聊到一起，想到一起，频率是非常同频可以共振的一个感觉，灵魂伴侣的连接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灵魂伴侣和婚姻契约关系这样子的一个连接，这个陪你到最后的人。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曾经在自己的感情生活当中，对于某个人，你们心里很喜欢，或者是说感觉跟这个人连接很深，但是却一直不能够真正的下定决心，把自己所有的灵魂安全的交付于这个人，把自己的真心真正的去跟这个人做分享。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知道啊，在你们的内心最深最深的地方知道，你们其实是要经历一个这个所谓的轮回，然后再遇见真正对的人，或者是真正会陪你到最后的他。而这个后出场的这个人啊，才是你们此生此世啊相互在尽头等待或者是陪伴彼此的存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寻找一下关于这个在尽头等你以及陪你到最后的这个人，关于他的一些特质，关于他的一些特点啊，来帮大家去看一看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人呢，其实他的土象能量很多，我们这边有金牛座，有摩羯座啊，这个人土象的能量其实是很多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稳扎稳打，很靠谱的，然后呢，是一个会给人的感觉很稳定的，并且非常的有成就的一个人。这个人非常有可能呢，他是在一个人生的，比方说中年，或者是晚一点点哦，就是会出现在你的生命，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么我看到的这个人呢，他其实呢，在他的心里对你一直都是非常的喜欢，非常的疼爱。如果这个人是如果这个人是女性的话，因为我们这边如果这个人是女性的话，这个人呢其实是非常温柔的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呢，他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井井有条，只为遇见对的你。那么如果这个人呢是男性的话啊，这个人给人的感觉是真的非常的踏实，会是别人眼中或者是嘴里相传适合的丈夫啊，适合的丈夫，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稳定、实践性强，并且呢有非常高自我追寻的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严格，但是呢，他不喜欢高调啊。这个人不喜欢高调，这个人比较喜欢那种内敛，比较喜欢拿实力说话，而不是浮夸。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你们两个人可能是古老的灵魂啊，所以那些浮夸的东西对于你们来讲，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感冒啊。你们更加喜欢那种有深度的、有精神的、有品质的东西，或者是感觉哦。那么这个人呢，他在能量方面啊，也有比较重的水象能量啊。除了土象的话，这个人也有比较多的水。所以这个人，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能量的阴阳来讲的话，无论这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啊，这个人的阴性能量是比较多的。阴性能量是在讲什么？阴性能量是在讲这个人呢，是一个不喜欢去冲，不喜欢主动，而是说喜欢用自己的一个节拍，慢慢的、稳定的追寻着自己的梦。他不是最快的，但是呢，他却是那个赢到最后的，有点这个感觉啊。我们想一想那个兔子和乌龟的赛跑，这个人可能就是那个不被大家看好的乌龟，但是最后却能赢得这个比赛。他不是那种冲得很前面，然后别人就一下子看到，而是说这个人会慢慢的来，最后呢就是越来越好。这个人可能是个黑马啊，这个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个人是黑马，因为这个人他不仅仅能够在物质的世界当中，我觉得是追寻到他自己的理想所成，同时呢，这个人他也有非常高的精神的一种感悟，然后他喜欢在精神的层面里去
感受，比方说感受人性啊，感受他喜欢的哲学，感受他喜欢去研究的那个领域究竟有怎样的一种他的个人的一种品味，他喜欢去研究东西，因为这个人的心很静，不浮躁，他很静，所以静的人呢就想得多，静的人呢就会更加容易我们所谓的智慧现前。好，这个人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抽一个神谕卡，然后我们来结合，继续来寻找关于这个人的背景信息。关于这个人的背景信息，我们这边抽到神谕是 innocent 非常的单纯。我们这张牌里其实它除了关键词以外，这个牌呢给我的连接感那么最强的呢是有关于自然。这个人喜欢自然，这个人是地球的使者，或者是地球的天使。他喜欢我们的地球，他喜欢大自然，他喜欢小动物，他喜欢保护环境。这个人会把自己就是打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齐。他喜欢比较中性的颜色，跟大自然有关的，比方说大地的颜色这种土色就是我们所谓的棕色，对不对？他穿衣服的颜色可能也是比较素的，比较喜欢就是跟大地的颜色连接嘛，我们所谓的天空的蓝色，对不对？或者是他喜欢蓝色、绿色、棕色，这3个颜色也许是他非常喜欢的颜色。他的穿衣打扮呢就是比较的素，然后呢比较的偏向于自然的面料，不喜欢那种人工的东西可能喜欢那种麻呀、布棉这种感觉然后呢他非常喜欢小动物，而且这个人呢非常的有善心，他会想保护弱者，无论这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喜欢保护弱者，尽他所能吧，去照顾别人，很会照顾人，很温柔的感觉很温柔的感觉。那么他对衣食住行，我们这个地球衣食住行、吃饭等等出行、交通、房子环境，他非常的看重。所以这个人的车呢，应该就很干净了。那么这个人所住的房子呢，可能是喜欢那种有绿化的小区或者是他的家里呢，就是有植物、有小猫、有小狗等等，就是有小宠物。他喜欢这些贴近自然的元素。那么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可能也比较喜欢去旅行。那么他所选择旅行的地点，或者他喜欢的旅行的地点可能是比方说非洲的大草原，比方说埃及的金字塔，比方说海边，对吧？他喜欢这种自然的元素去贴近大自然，去感受我们所谓地球的这个脉搏。那么这个人呢，他的家庭我觉得这个人的家庭给他的影响呢，其实应该是比较多一点的。我看到这个人呢，是在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小孩。他的内心很富足，他的内心很多的爱，但同时这个人的内心呢，其实他是比较受他父母亲原生家庭影响的一个人。他所出生的家庭，他所出生的环境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的兄弟姐妹、他的直系亲属其实给他的影响很多。那也就是说呢，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最后等你们的或者陪你们的这个灵魂伴侣呢，他其实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我觉得他还是有很传统的一些能量或者是我们所理解有一点关于教条的能量，他还是比较遵循的。他更多的是遵循去恪守。他非常的有规矩我感觉到这个人很有规矩，然后呢，对人对事就是很有礼貌非常的谦逊。那么这个呢，可能是跟他良好的，比方说家庭的一个背景有关系他的这个家庭，还有他
家庭给他的教育可能都是非常到位的啊，从小到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人呢，我感觉到啊，他既是在一个很有爱，然后呢受保护的环境当中被培养起来的一个很优秀的人，同时呢，在他自己成长并且独立之后啊，他在更多和更大的去追寻着自己的梦，以及主动的去选择他想成为怎样的人，主动的去选择他想做怎样的事，主动的去选择他想帮助什么样子的族群。这个人很有能力，这个人有可能呢，他是在这种我们所谓的教育、政府机关公职人员，或者是跟比方说我们所谓的那种宗教或者是帮助别人成长我们所谓的这个 self development， 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帮别人去做培训的人嘛？那么这个人也有很多的这种帮助别人成长、帮助别人变好这样子的一种我们所谓的喜欢的领域吧那么这个人呢，在工作当中一丝不苟，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认真，无论他选择什么样子的领域吧，去完成他这一生这一世所谓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人生理想，他都是一个很有钻研精神的人。那么当你遇见他以后，你就能够看到他从比方说一个很普通的人是如何一步一步如何通过自己的这种坚韧还有毅力达到了他想要去到达的一种突破，或者是人生的一种成功。他的成功不是随随便便的成功，不是别人直接给他的一种成功，而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奋斗出来的成功。所以我觉得很多第六牌的朋友，当你认识他以后，你肯定很钦佩他，你肯定非常的尊重他，喜欢他，并且你能够在他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是找到自己喜欢的特质。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月相牌。今天我们抽的是这个月亮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在尽头等你的人，我们来连接这个人的能量Nourishment 这个人真的是土能量很多这个人非常会照顾人呢。第一副牌的朋友不知道你们是喜欢照顾别人呢，还是喜欢被别人照顾呢？那如果你喜欢被别人照顾的话，恭喜你啦！那你的这个灵魂伴侣，而且是最后陪你一直走到所谓的永远这个灵魂伴侣非常的会照顾人，而且他也很有服务精神，喜欢去照顾别人。这个人比较会安排衣食住行啦。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土元素注重的是营养、健康 ，OK， 心情，对吧？心情好，开心那我们就从生活的每一天开始，去关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我们可以去在地球应该说是你们你们在地球的每一天过得好不好，舒不舒心，对不对？舒不舒服？那么当你们过得很舒服，当你们觉得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日子都是按照你们的心愿，如你们所愿在呈现、展开、显化的时候，你们自然而然你们的心情就会很好，你们就会从地球拿到你们需要的滋养，并且把你们好的能量和磁场回应给我们美丽的地球。所以这个能量是相互的，是对等的。那么我还看到一个能量呢，是说就是这个陪你到尽头的这个人对你的语言，或者是对你的一种交流方面虽然这个人话不一定很多，但是呢，这个人真的是非常能够去挺你，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人给了你很多前进的希望。有可能这个人是以他自己的，比方说经历来鼓励你去追寻你想追寻的梦，同时这个人呢，也有可能在你成长，在你去奋斗，或者是在你去突破自己的
重要阶段呢，就是他能够支持你，他愿意去用最积极的语言、最积极的态度去肯定你、去表扬你、去认可你，并且呢，就是精神导师，强大的精神导师啊，去敦促你啊，甚至是敦促你，使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优秀的人。你们两个人会不断的进步啊。这边我感觉到，其实有一些就是在感情里啊，我们所谓的一旦稳定下来，可能大家就是原地保持不动啊。但是我感觉呢，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跟这个人啊，这个在尽头等你的他，你们连结之后，甚至是你们结婚之后，你们可能会继续向前，你们不一定会停下来，你们有可能继续去向前，相互鼓励彼此。继续追寻，因为我这边看到的是银河系，你们可能需要的是一种人生的经历、人生的体会，并且我觉得是充分的利用这一生这一世的时间啊，去拿到你们灵魂想要去成长的，拿到你们灵魂想要去提升的，或者是去感受的点点滴滴啊，在生活当中，无论是你们的每一天的日子啊，这个日子包括很多了，包括我们从早上起床吃的什么，包括我们去工作的这个环境，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跟什么人一起做事情，包括我们回来业余的生活跟什么样子的人去连接、去交流，对吧？去分享，包括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是在哪里休息，对吧？在什么样子的环境里休息，这些都是我们生活日子每一天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我感觉到就是你们的这个陪你们到最后的灵魂伴侣，他会和你在生活层面紧紧的连接，并且因为这个人的出现，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一定会感觉到日子越来越好，丰盛的、甜蜜的，因为他给你的是每一天生活日常日子里的滋养 nourishment， 把你不断的往前提升，把你的生活品质都提高一个 level 可能会跟你一起出去分享美食，可能会跟你分享他的领悟，可能去分享一些他的，比方说做事的一个规则，就是他是怎么做这个事情的，他是怎么样去突破自己的，他有自己的经历，他也可以跟你分享。所以这个人能够给你的东西很多，物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对不对？7号牌 nourishment新月的能量非常棒好，讲到灵魂伴侣我们今天其实准备的牌呢，也是这个灵魂连接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一张牌，关于你们的连接，宇宙还有什么样子的补充讯息或者是肯定信息，我们来听一下。我们抽到的是被接听到或者是说被接收到吧 ，receptive receptive 这张牌其实很好这个牌呢就是我们所谓的sorry 刚才那个盒子倒了，这牌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个感情的连接里或者是人与人之间吧，都是这样，我们付出了，肯定是非常希望至少是希望能够得到一种回应，对不对？我们付出了真心，我们肯定是很希望、很期待能够得到回应。那么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在尽头等你的人，将会是一个被回应的感情。无论是你给他，还是他给你爱，你们都在相互的不断的产生一种频率的回应，就像那个水波纹水波纹出去返回来。OK， 不是一个石头丢到井里什么声音都没有，而是任何的声音、任何的情绪、任何的一种能量都能够得到相互彼此最棒的一种回应，而且是及时的回应。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写的话呢是准备好接收命运给你安排的一切。所以我们刚才讲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看到了银河系，这个命运所的安排。银河系也许我们最先开始讲的是银河系很大，但是却有一个人。当你
准备好连接的时候，当你准备好定下来的时候啊，那么宇宙会把它带到你的身边，让你们走入彼此的生活。这段感情，这段缘分是有回应的爱恋，同时这段感情是命运早就安排好了的。当你们准备好啊，接收我们，因为前面我们看到了一些有关于你们的经历啊，当你们经历了，并且准备好去接收命运给你们的最后安排，也是你们想好了，定下来了啊，已经领悟过后了，这段感情就会显化和出现。在宇宙的调频之下，把你们两个人啊带到彼此的视线当中，这段感情一定是有回应的。如果说啊，因为我这边有很多的朋友来看这个这一个牌组嘛，有一些朋友如果说在感情里啊，你觉得遇见的对方没有给你很好的回应，你觉得你付出了很多的爱，或者是你给出了很多直球也好啊，这个我们所谓的隐形的花花也好，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那么很有可能这个人就不是最后陪你到尽头的人，因为最后陪你到尽头，或者是一直陪你走下去的对方呢，是一定会给你任何方式的表达，他会回应，他会告诉你，你给出的东西他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样去感受的，他想跟你一起，对吧？如果你有任何的主动的想去听对方的回应，他一定会在最及时的时候告诉你，不会让你等，不会让你猜。而你们在这个遇见他之前呢，可能就会有这种不知道该怎么选，有一点困惑的能量。这是你们要去学的，或者是要去经历的一个人生的小插曲。这些能量也是所谓的帮助你吧，最后遇见最对的人，或者是帮助你们遇见这个最对的灵魂伴侣，而这个灵魂伴侣跟你还有婚姻的契约关系。所以很多朋友这个我们今天看到陪你到最后的人呢，他既是你的灵魂伴侣，同时他也是非常有机会当然这边有些朋友，如果你说我这一生我其实是不婚主义者，那我们就另当别论。但如果你是愿意结婚的，而且你想结婚的话，那么这个陪你到最后的人也会是你的未来的结婚对象，好不好？OK，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连接所看到的关于这个陪你到最后的人的有关的所有的讯息和内容。那么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帮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也祝福你们呢可以早日的遇见他。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啦，祝你们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颗大黄蜂碧玉。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你们抽到的这张牌卡，用来收集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我们这边呢抽到的是云朵，然后呢它的关键字是变身唤醒。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是这个在尽头等你的人，以及陪你到最后的他。那么我们看到是唤醒这个牌呢，其实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明显，也就是说你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会遇见真正要陪你走完一生一世的这个对象。那么从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在有山有海的背景之下，天空当中浮现的一个火烧云，正在变幻莫测转换着它的形象，那么也呈现出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光景，随着风在飘，也随着风在转换着自己的形态。云朵呢可以收集天空当中的水蒸气然后呢最后以雨水的方式降临在地面，把自己的能量重新回馈给这个大海。所以我们感觉到第二副牌的朋友，这个云朵我看到的是呢，其实真正陪你到最后的这个人，你们两个人的缘分关系无论是经历什么样子的变换，无论你们的关系呢经历什么样子的故事，但是呢命中注定的所谓的在一起又或者是说有些缘分它的缠绕是非常深的。
也许有的时候你们两个人是相忘于江湖，或者是相忘于天空和大海，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呢，你们会发现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时机，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吧，把两个人重新呢，仿佛是从两个不可能连接的、不可能相遇的地点重新把你们带到了一起。所以我看到这种转换，不仅仅是形态的变换，也是所谓的从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一个空间磁场就是把你们两个人带到一起，有这种很奇迹般的巧合，有这种感觉。好，我们先把这个云放一边吧，我们来抽牌吧。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选择到第2副牌的朋友这个在尽头等你的人，陪你到最后的他究竟是谁？来自你们的一些故事，来自你们的一些信息，关于你们的缘分，关于你们的连结，我们来听宇宙告诉我们这个解答。感恩宇宙。好，我们看到第1张牌是权杖4的一个逆位，然后我们抽到了宝剑3的正位，权杖1的一个正位，我们这个牌在这边然后呢有圣杯9的一个正位，然后我们这边有圣杯4的逆位，然后有金币皇后的正位，月亮牌的逆位，权杖骑士的一个逆位，愚人牌的逆位，圣杯骑士的正位。好，我们来看一下选择到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陪你到最后的人来自宇宙的指引跟信息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能量总的来讲，我看到了在你跟这个陪你到最后的这个人之间你们两个人其实是有一些兜兜转转，有一些我当前看到吧，就是可能会有错过的能量，但是呢，这个所谓的错过吧，反而让你们更加坚定的是，他是你生命当中其实最爱的他。OK，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讲一下，就是说，当我们拥有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没有珍惜，或者是说，当对方拥有你的时候，他可能没有珍惜那当我们失去了以后，或者是当我们意识到即将失去，可能失去，我们可能会真正的感受到在失去以后，或者是可能失去的话，那么我们的损失究竟有多大？这个时候可能会用一种反向的方式来真正的看懂某个人的价值，或者是在自己的心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判断，对不对？我们今天的第1张牌呢是权杖4的一个逆位，这张牌让我看到的是，有大概2种情况吧。第一种情况呢是，大多数的朋友我觉得你跟这个在尽头等你的他，你们两个人曾经有一段其实很顺利的感情发展，但是呢，因为一些事情，因为一些阻碍，又或者是外界能量的干扰，导致你们两个人可能会误解，可能会矛盾，可能会因为生气而做出一些可能有一点冲动，甚至是有一点后悔的决定导致你们的缘分其实在中间可能会有一次断层可能会有一次这种断裂的感觉，你们可能会有一点，我们刚才讲相忘于这个大海。
能量当中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断开过，你们其实对这个人情感是很深的，而且对彼此的情谊也很深。但是因为任何我们这边是大众占卜，因为任何的事情，你们两个人可能错过了一次两个人彼此错过了一下，那么错过就会导致你们两个人可能在心里对整个这段关系，对整个自己的感情之路都会有很多的感悟或者是有很多的情绪会产生那么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这边的水象能量是很多的水象的能量非常多。那么你们两个人这种错过并不代表说不爱了我这边感觉到并不是不爱了，也并不是说不是心里没有他，而是说有些事情可能是需要你们去了解。比方说我这边举个例子我这边看到就是说，也许你们两个人曾经几乎都要去走入婚礼，或者是走入订婚，走入所谓的这个终极的承诺，但是呢，由于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可能是来自于外界的干扰，对吧？可能是有这个外界能量的干扰，导致你们误会于彼此，那么可能就会发生这个关系的突然的断裂。也有可能呢是来自于你们两个人情感走得很好，但是因为一些我们所谓的因为外界的能量其实它引发的是你们内心的怀疑，引发的是你们内心可能对自己的一种不坚定，或者是不自信，又或者是引发的是你们两个人在情绪的连接当中，可能在关系里本身就存在的一些你们要去正面要去了解学习的一些课题就会顿时的把你们两个人所谓的这个情感的课题给引发出来，你们就会在这个地方去修。而当你们两个人可能会有一点所谓的离开彼此，又或者是说感觉到了这个离开彼此或者是失去彼此之后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受，以及你们对整个事件的一种重新的整理判断以及分析，就会找到内心真正的那一束火光。那个火光是对彼此的坚持，那个火光可能是遥望于彼此，但是心里还是相互对照于彼此的这种心态。那么在这样子的连接当中呢，宇宙其实是会通过你们两个人各自的调频，也就是你们两个人在比方说做了一个选择，但是这个选择你们其实是觉得不对的，或者是你们有遗憾想去弥补，想去改过，想去重新的连接，想去修复这个关系，是在这样子的能量的调整当中，或者是能量的补给里面，你们可能会重新的有新的感悟，而你们的能量也会在这个感悟和调整当中被宇宙的一种很机缘巧合的方式，让你们重新再一次的有机会连接，去解开你们曾经没有解开的误会，去修复你们其实心里都想去修复的这段缘分，这段很珍贵的情缘，让你们曾经没有做成的事情，曾经没有完成的诺言，曾经没有去真正走过的那个里程碑我觉得是重新的开始，并且是茂密的生长。有这样子的一种机缘巧合在第二副牌的朋友这边，我们看到你们的主牌能量是 shape shifting， 它转换了形态，但是呢，其实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对不对？水是不变的，情是不变的，只是形态变了而已。所以你们的关系呢，可能会，我感觉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呢，可能会很早以前就会有认识的契机，或者是在之前就会有认识，并且两个人连结的契机。但是呢，中间会有一次断裂这个断裂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方式，或者是时间的长短也因人而异。有些朋友可能只是短短的3个月，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跟这个人离开比方说1年到3年的时间，你们可能会回到自己的一个单身的生活，或者是回到自己的一个生活对彼此不再连接，但是你们心呢还是在彼此身上，你们可能会在自己的一个领域，自己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感悟，去沉思，去找到心中那个真正的你们觉得那个热情之所在，或者是你们心里所谓的心有所属，这个所属之人究竟是谁？
在沉寂的3个月到3年的时间里面，你们无论是以单身的方式，还是说见各种各样的人，或者是说有新的连接、新的缘分吧，你们都可能会感觉到，其实之前的那个他是你们心中最爱的人。我这边看到了非常明显的旧情复燃的能量。这个人他在尽头等你，你们2个人的缘分很深，但是你们又有所谓的业，你们有所谓的课题要一起去修。也许你们2个人是镜面的关系，你们了解彼此，你们熟知彼此，你们深深的懂得彼此，但是你们的比方说弱点或者是说情感很脆弱的地方、敏感的地方可能又会非常的一样。所以当问题来了以后，这根刺它不仅仅刺痛的是你的心，也同样刺痛了对方的心。你们2个人最薄弱的情感环节，最薄弱的情感敏感的那几个点逆鳞就是这件事情来了以后，可能是相互同时的疼痛，但是呢，你们又能够同时的去我们所谓的进入到疗愈，或者是同时的去感应这个新的以及这个重新开始的愿望是多么的强烈重新的去看彼此，就越发的我们所谓的越发的爱之前你们2个人可能是很近的距离去看向彼此，但是宇宙会有这样子的一次调频，把你们2个人拉开距离。拉开距离以后，在一个不同的视角去看这段关系，去看彼此，反而让你们心里更加坚定的是喜欢他。我们看到宇宙会给你们机会，让你们重新开始。那么在重新开始的地方，你们将看到的是心想事成。你们曾经向宇宙所祈祷的这个心愿，这个有机会修复、有机会复合的这个心愿，将会被宇宙实现。你们将心愿达成。我看到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在我们所谓的离开这个人之后你们可能会去经历好几次不同的缘分的连接，但是呢，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们可能会感觉到无论你们是遇见多少人，或者是遇见各种各样的人，你们会感觉到缘分的连接总是没有之前的那个人深。之后遇到的缘分，或者是之后遇到的桃花，你们会觉得没有什么兴趣，你们会比较的冷淡，一个是因为你们可能在情感的修复期，但是另外一个呢，是因为你们会拿之后遇到的新人和之前的那个人做一个对比，你们就会很清楚、很明了的发现自己这个情感的东西可能非常的玄妙，不是说来了一个更帅的更美的，对吧？条件更好的，或者是说更加如你心愿的，条件更加符合的，就能够打开你的心锁。这个东西很巧合的，因为有缘分的这个能量在里面。那么你呢，可能会感觉到你的缘分其实已经遇到，已经遇见，对不对？那么有些朋友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遇到一个跟你连接如此紧密的人的话，那么有可能你之后和将来将会遇见一个你会爱得很深，你会觉得缘分连接很深，但是可能在第一次连接里面，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就是走到快接近这个成功的地方，可能会有一次转弯。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呢，请你们在之前我们这个转弯可能它可能会出现，但是如果你还没有遇到的话，你即将遇到这个人，那么你们就一定要在这个有可能转弯的地方去尽量的做好沟通，去尽量的让你们2个人可以在同一个我们所谓的在同一个线上，相互彼此的了解，不让这个外界的能量干扰把你们带走，对不对？或者是你们要及时的去修复，就可以让这个等待期、真空期，或者是升级感情的升级的这个真空期能够以最短的时间结束掉。那么当你们再次的连接，你们会发现2个人对彼此的感情就犹如等待了3到3年的时间，你们的心里其实很多的情感都蓄积在自己的内心，在真空期里面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没有办法去所谓的去爱，去得到爱。那么当你们真正有机会连接的时候，你们将走得非常非常的稳定，你们将给彼此最珍贵的也是最隆重的爱的这种表达形式。
而且你们的爱不仅仅是在语言当中，在灵性当中，会让你们这种觉得仿佛做了一个梦，对吧？梦醒时分仿佛做了一个梦，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是一个梦，而当下的你们的这种深深的牵着手，深深的陪伴彼此，抓着彼此抓得很牢的这种才是真实的。仿佛之前就是一个梦，一个梦把你们给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而又是一个同样的我们所谓的一个梦，把你们又带回了这个原来的原本的现实里去。所以你们会爱彼此，爱得很深，而你们之前在感情当中所谓的这种恐惧、不安、怀疑等等这些能量都会碎掉也就是说，之前可能你们感情连接的时候，有一些能量你们也没有真正的说得很清楚，或者是自己的心里可能也不是真的很明白。那么通过这样子的一次，有一点像是要去经历一个什么样子的劫你们经历完了这个劫以后，或者是做了一个梦，那么这个梦醒了，就不会让你们再去做这个梦。你们在这个梦境当中已经经历了所谓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可能会发生的变故，或者是你们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连接，你们在梦里感受到了这种方式不是你们想要的，而当你们重新回到现实里，你们就会以最我们所谓的珍惜彼此，最珍惜彼此的方式，紧紧的连接，紧紧的抓住彼此绝对不会放手。那么当你们重新回到现实，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梦醒了以后，你们再次连接，你们就会发现很多事情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子冲动了，也不会再像以前那个样子任性了，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过于的执着，对吧？我看到你们两个人会非常稳定的这种热情它是很稳定的热情，因为我看到在你们之前可能连接的时候有很多的火有很多的冲动，有很多的激情，但是当你们做了一个梦以后，你们就会把这个所谓的火加入更多的土，火跟土就会让这个火焰呢燃烧的很充分，并且呢燃烧的是有这个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金属去把这个热呢保存下来，而不是说火嘛，那么当这个燃料烧完以后，可能火就没有了。但是如果有了这个金属的加持，那么这个火的能量就会转入到金属当中，而这个金属就能够保存住这个温度。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在你们两个人所谓的这个关系的转换，又或者是回到你们之前所期待的这个连接当中，你们会让这段关系重新的开始。这个关系重新的开始呢，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所谓的又一次连接，但是呢，跟之前已经大不一样了。你们已经成长了，你们已经懂得如何爱，如何接受爱，你们已经懂得要珍惜，对吧？不能够太任性，不能够太过于的冲动。你们也已经学会了这个新的开始是来之不易的，你们需要去以最100分的真心，100分的热情去把握，去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我看到是这种能量所以说我感觉到第2副牌的朋友，这个陪你到最后的人，或者是在尽头等你的人，其实是宇宙早就给你安排好的，你命中注定的一个白马王子，或者是你命中注定的一个白雪公主你们两个人可能会有像白雪公主故事里面的一次，OK，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搅动了你们关系的连接，把你们分开了，但是你们又会重新回来去寻找彼此。而当你们真正可以去寻找彼此，并且以一个更加真实的无论是身份也好，或者是爱的方式也好，或者是了解自己、了解彼此的方式也好你们将会在第2次连结的当中，真正的给出承诺，真正的把所有的那种梦境打破，不再是梦了，不再是以为的完美的，而是真正的抓住彼此。把两个人的感情，我们所谓的回落到地面，回落到生活，在生活当中去爱，去感受去建立你们稳定的一个基础，并且一直陪伴彼此到永远，到最后。这个呢是我从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能量当中读取的一些关于你们两个人特殊的一种宇宙当下给的一个指引。
那我们现在呢，来寻找一下关于这个陪你到最后的人啊，关于他的一些特质。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这个人她是女性的话，那么我看到的是，其实在镜头等你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贤惠的人啊，他是一个很贤惠的人。但是这个人呢，作为女性的话，她有女性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她非常的感性，非常的感性。她爱你的时候呢，可能会爱得很深，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容易哭泣，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容易吃醋，容易瞧气，容易跟你闹情绪。这一切的所谓的情绪的不稳定，都是因为他很在乎你。如果这个人是女性的话呢，在外貌的这个方面啊，她可能会比较喜欢那种材质很轻柔、很柔软的面料。这个人呢，很有可能是一个头发很长，然后他喜欢染头发。我感觉到这个人可能会喜欢就是理发或者是美发啊，他对头发非常的就是敏感，然后他也喜欢把他的头发就是弄得非常的漂亮。我们所谓那个女神啊，她的这个头发就是有卷度啊，或者每一次你们相见的时候，她的秀发都能够传过来那种阵阵的飘香，你会感觉到这个人就是那种女神啊，我们所谓的那个女神，她是女神的感觉。那同时呢，她对你的爱也是非常的我们所谓爱得很深，但是有的时候呢，她的爱可能也会让你时而有一点窒息，时而有一点不知道该怎样的去回应。那么关于这个人的星座啊，他有可能是双鱼座，有可能是巨蟹座双鱼和巨蟹的能量比较的多。那么同样呢，在这个人的星盘当中，他也有一些，比方说土元素、金牛和处女的能量可能也会围绕在他的这个能量磁场当中。那如果这个人是男性的话我看到的呢是这个人呢，他可能有的时候会给你的感觉是忽冷忽热的。他忽冷忽热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呢，他的情绪、他的情感是非常丰富的，非常的丰富。那么他对你的热情呢，也是非常的高的。但是呢，这个人因为他的水能量很多，所以有的时候尽管他是男性，但有的时候也会因为情绪的干扰，导致他有的时候可能给你的感觉不是那么的稳定。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因为比方说吃醋或者是嫉妒或者是你给他的回应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的热情，他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有一点退缩。有的时候呢，他也有可能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想象着我们所谓的假想敌，或者是想象着你有一天不爱他，或者是你是不是真的爱他，这种所谓的爱不爱的问题那么他呢，有的时候会非常热情，非常主动来到你的身边，但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又会有一点逃避，让你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像之前那样你所看到的非你不可，还是说像你当前所看到的他究竟是在乎的吗？那么总体来讲呢，无论这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一个其实非常浪漫的一个人那么他的浪漫体现在他喜欢为你们的感情、为你们的生活创造一种氛围感，或者是说呢，在生活当中，在细节里面让你处处能够看到他为你精心准备的关心、照顾、惊喜。他愿意为你们的关系所铺陈，或者是装扮，或者是准备一些所谓的形式。那么这种形式呢，会让你觉得很感动，也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惊喜这个形式呢，可能是时而送你一个小礼物对吧？时而呢，可能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给你送上温暖的咖啡，或者是给你准备非常保暖的衣服就是他的这种惊喜是在很细的地方，让你看到的是他真正对你的爱，对吧？爱究竟怎么样去表现？爱究竟是如何表现？每个人表达的形式不同，但是我看到这个人他对你就是很细致他对你的爱很细致，不在那种轰轰烈烈里面，其实反而是在生活的细节里面，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及他时而的这种精心的准备比方说有的时候会打扮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带你出去玩有的时候可能会突然给你安排一个烛光晚餐对吧？美酒那么这个人是喜欢这种感觉的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用一下这个神谕牌卡，继续寻找一下关于这个人的背景信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究竟会是如何的一个特质，来帮大家去寻找或者是鉴定啊，你所遇见的或者是你即将遇见的这个人是否是会陪你到最后，在尽头等你的他。好，感恩宇宙。我们抽到了 mineral 啊，这个是矿物质 solidness， teacher knowledge。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ineral 矿物质啊，矿物质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是非常的坚硬啊，非常的坚硬。我觉得这个坚硬体现在哪里啊？我看到是关于你们两个人的缘分，关于你们两个人这个能量啊，是这种唤醒。唤醒呢，在于说可能会因为外界的干扰而转换自己的形态，但是转换形态并不转换所谓的核心跟本质。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能量它的这种对比是非常明显的，转换形态，但是呢却有很坚硬的东西。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啊，坚硬的部分是你们两个人对彼此的情谊，或者也可以把它归类于你们两个人所谓深深的缘分。但是呢，你们的这种唤醒、这种柔软，或者是这种变动性，在于什么呢？在于你们两个人的缘分当中，可能有这样子的一次变动，让你们会以不同的形态、不同的连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关系啊，去相处，去看待彼此。那么 mineral 关于这个人的特质啊，我们来看关于这个人的特质呢，他其实是一个有一点小固执的人啊。第二组牌的朋友，也许也是因为他的这份固执，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会有这样子的一次转弯，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唤醒啊，有这样子的唤醒，因为不愿意改变，很坚硬，不愿意改变。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坚硬当中啊，也能够感觉到啊，就是有些东西呢，可能我们不能够随便的改变，我们需要的是坚持。比方说，我们对自己的一种认定，我们对对方的一种认定。如果很多事情都是因外界的能量而改变，那么什么东西才是不变的呢？我感觉到啊，这个 mineral 我们在矿物质当中可以感觉到，就是它有很多的营养，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啊，这个人对于你来讲，我觉得他的情谊很深，而这个情谊很深，对于你来讲，可能就是很有价值的。也许你们会喜欢考验人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考验一个人，但是呢，如果说你可能会考验一个人对你究竟爱的有多深，或者是你想知道的是在变换和外界环境的干扰之下，这个人是否会改变他的心意，是否会重新的选择。那么我看到是这个人和你之间的缘分当中会有这样子的一次经历，让你看到的是，无论你们经历的是什么，无论外界的考验是什么，你们彼此啊都能够发现，其实还是他，很难改变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固定了，对不对？第二个，我们还看到这个人啊有老师的能量，这个人呢，我觉得他非常的爱学习吧，老师，而且这个人呢，可能也非常的愿意去分享。这个老师的能量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有可能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我们看到你们两个人会有一次经历，这个经历当中呢，你们可能会学到很多，你们可能会感悟很多。你跟他之间呢，也有可能是师生的关系啊。这个师生的关系呢，其实它会更加的现代感啊。无论你是向他学习什么，还是他向你学习什么，那么我们彼此其实都是彼此的老师，同时我们也是彼此的学生，对吧？我看到是你们两个人啊，在这个画面当中，其实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人仿佛是在一起去感受，一起去感悟，一起去体会究竟这个世间的奇幻，或者是这个缘分当中的一些奇妙是什么。你们将一起去经历，而且我们从当下的这个能量当中有很多的小动物，灵性的小动物。那么当前最能量非常就是很多的一个是从下方燃起的这个鱼啊，我们看到这个火焰都幻化成了鱼，一个呢就是天上的这个凤凰。那么鱼呢代表着什么呢？
水啊，鱼应该是水，但是这个鱼呢，它现在是在火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鱼呢，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有激情的一种情绪，以及对彼此的那种热情。第二个呢是这个凤凰，凤凰应该代表的是重生，凤凰呢，它代表的是一种我们所谓的涅槃，但是呢，重生之后啊，更加美好，以及更加坚固，或者是更加的美丽啊。这个是 teacher。我感觉到第二个牌的朋友啊，其实你们这个陪你们到最后的人呢，我感觉到这个人就是很喜欢有价值的东西啊，我感觉到他很喜欢有价值的东西，他可能会比较喜欢那种像黄金一样那种金色的啊，他可能会比较喜欢金色的一些配件，或者是说他可能会用一些很贵重的东西来装点自己的办公室，或者是自己的卧室、自己的房子。这个人呢，在谈感情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如果愿意跟一个人连接的话，那么他其实是很想去定下来的，他很想去跟这个人一起去看世间的风景，但是呢，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这个稳定的后方呢，是彼此的真心和真意，不能够欺骗，不能够所谓的怀疑，不能够因为外界的能量而发生变化。你们两个人有一次变化，但是呢，仅此一次。当你们重新连接在一起以后，我看到是你们会非常非常的稳定，不会再变了。也许你们会购置地产，也许你们会在同一个，比方说城市定下来，你们会一起去建立一个稳定的家，你们可能会一起去教育你们的孩子，因为我这边看到了老师嘛。那么父母呢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对吧？也许你们会把你们的故事最后传递给你们的小孩，让他们知道人或者是这个世间最珍贵的是什么，是真心实意，对不对？只有真正的爱才能够面对外界的任何的变化，只有两个人坚定不移的心，才能够使你们两个人走到最后，走到永远。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其实呢，你们生命当中陪你们到最后的人是你们人生的老师，他跟你的缘分，他是你的老师，但同样的，我也看到的是你同样也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老师。这个老师不是在教室里，不是在课堂当中的老师，而是你们是彼此生命里面的一个老师。因为这段爱，因为这段亲密的关系，让你们了解了很多，让你们学习了很多，让你们成长了很多，仿佛是因为这段关系让你们长大，让你们成熟，对吧？我们所谓的这个懵懵懂懂，对吧？谈第一场恋爱，或者是真正的跟一个人连接，到你们真正的成熟，知道一段感情的重量，知道感情里的责任，知道一段感情里可能会存在的问题，以及怎样去解决问题。有些关系不是说轻易的放手，有些关系是要能够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有些关系可能有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裂痕，但是你们要愿意去修复，知道怎么样去修复。而在这段关系的连接里，他教会了你如何去面对一段感情，你也教会了他要怎么样跟他喜欢的人好好的相处，来守住他心目当中的稳定，对不对？这个人非常喜欢稳定，情感的稳定，一个让他觉得安心的一个地方。那么他要学习怎么样去负责任，怎么样去让这个稳定能够长存，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月相牌。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关于这段感情，关于这个对象有什么样子的特质。我们来问宇宙，感恩宇宙。对，我们看到的是月亮牌里的1号牌，这个是黑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虚空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空和无里面变换出来的。而在这个黑月当中呢，它的力量是最大的，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却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白色的画布，它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那么我看到这个牌啊 The Void， 你们两个人会有一次重生啊。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会有一次重生。我们刚才看到的时间是3个月到3年的时间，你们会重生，你们会在虚空的地方去休息啊。你们一定会有一个很感情的一个很虚空的一个能量场，让你们各自进入彼此的虚空，在虚空当中去重新书写你们的人生。其实这段感情啊，第二组牌的朋友，我看到对你们的生活，对你们整个人生的感悟都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重要的。当你们真正的走过了与这个人的关系，与这个人所谓关系的一种突破和升级啊，你们整个每一个人啊，就是你们关系里，你和他，你们将进入到自己的成熟期 maturity。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成熟的。这个成熟不是因为年龄，这个成熟是因为我们的经验，是我们的经历，是我们的感悟，对不对？是我们对生命的一种理解，是我们敢于承担责任，是我们敢于挑起这个大梁放在自己的肩头，对吧？从被保护的小朋友成长到我们能去保护别人，我们去守住自己心爱的东西，这样子的一种成熟的转换。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void 啊，黑月啊，你们会在彼此的虚空当中去经历这个成熟过渡期，并且当你们成熟醒过来啊，也就是在这个虚空当中苏醒，我们看到这个凤凰涅槃重生之后，从黑月当中飞起，你们将迎来你们关系的新一轮周期，也就是从新月到满月的这个周期，你们将重新开始。我觉得是以浪漫的方式，也是以一个比较快速的方式吧，去完成你们之前未了的缘，去完成你们之前没有 OK 举行完的庆典，或者是没有真正开始的隆重的仪式啊。这个是 The Void。好，我们最后呢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看一下你们的缘分啊，我们今天是心与心的连接。我们看一下灵魂的这个神谕卡，感恩宇宙。好，这边有2张牌，一个呢是 Honor， 一个是 Trust 啊，一个是 Honor， 一个是 Trust。我们来看一下 Honor 这张牌。他说，当你去 Honor 你心爱的这个人呢，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强壮。这个 Honor 是什么感觉啊？ Honor 其实是一种，我觉得它的这个能量会比较像是感恩，比较像是崇拜，比较像是真正的一种我们所谓的appreciate， 对吧？我们看一下这个 Honor 这里呢，其实你看2个水域，左边的这个水域呢住的是一个男士，右边的这个水域呢住的是一个女士，在他们的中间呢其实是一个分开的一个区域。那么这个男士呢看向这个女士而这个女士呢是头是上扬的，他从他的领域出来，而这个男士呢进入到他的这个世界，他在崇拜着他的女神，他在崇拜着，他在欣赏着这个女神的一切的美好。尽管他们是2个世界里的人，但是呢他们却非常的尊敬敬爱彼此。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在你跟这个陪你到最后的这个人，你们的能量当中，你们有这种，我看到这里你们有这种云和大海之间的关系，就是你们既是一个整体，但是你们又可以分开。你们的缘分让你们相遇，但是你们2个人的经历却能够让你们分开一次。这个分开让你们学会的是，我们要珍惜彼此这个分开让你们学会的是，要能够真正的在你们爱的就是你爱的对方身上要学会怎么样去看重他，怎么样去看向他的优点。我们这里Honor 荣誉崇拜，我觉得有的时候2个人感情关系当中的2个人，我们要能够去崇拜彼此，要能够有这种崇拜彼此的眼光和心态。如果我们在感情关系当中一味的去寻找对方的不足，可能这个能量呢也会最后投射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对方也会来找我们的不足。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当前呢我们看到你跟对方呢是在2个平行的世界，
但是呢，是机缘巧合把你们两个人有机会带到一起。你们有机会到一起，是因为在彼此的身上，你们有那种所谓的崇拜的地方。同时呢，我这边也看到要把彼此的存在，就是当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嘛，这种珍惜，对吧？这种珍惜就是把彼此当做自己的荣誉来看待，他是你的荣誉，你也是他的荣誉。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是崇拜彼此的你是他的女神，他是你的男神，或者是你是他的男神，他是你的女神。你们要能够去感受到有他在是多么荣誉的一件事情，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样子，你们的感情关系就会越来越强，就会连结越来越紧密了。第二个能量呢是信任 trust， 他说是你需要去有信赖信任彼此，信任这段关系，才能够使这段关系真正的开花和结果。我们刚才感觉到了第二副牌的朋友，因为你和这个陪你到最后的人，你们有这样子的一次挑战吧我觉得也是一次挑战，同时也是你们特别的一次感情的经历。那么在这个地方，你们要相信相信的是这份感情它不会被辜负，你们要相信的是宇宙会让你们的心愿达成，你们要相信的是在你们的彼此努力之下，OK， 有些东西呢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有些东西呢是固定的，尽管可能会有一些外界的能量干扰，你们把它当做一种测验来相信，来信任，信任能够使你们的关系快速的进化和升级。如果不信任的话，可能会让这个所谓的无论是业也好，还是你们的结也好，可能会拉长这个时间段。所以信任在你们的关系当中很重要，我觉得信任也是在你和他的感情世界当中一个非常看重、很关键、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有了信任，所有的沟通都能够被听见，没有信任，再多的话语都是浪费。OK，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第二副牌的朋友，这是一段非常高的精神的连接，你们两个人是共同关系里或者是人生当中的老师，你们将通过这个人来让自己进入到成熟期，而对方也会因为你的出现，你的存在，让他深深的懂得去崇拜你，去尊重你，去相信你，进入到真正的稳定期。好了，那这里呢就是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帮你们所连接这个在尽头等你的人，以及陪你到最后的他，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帮助到你们，也祝福所有第二副牌的朋友可以获得成功。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祝你们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绿色的东领域。好，把它放在这里。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是陪你到最后的人，在尽头等你的人。那么我们看到的呢，收集大家能量的牌卡是这张雨牌 Purification 净化。当下的这个雨给我的能量连接，它是在告诉我等待得到了回应。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在等待什么吗？你们在等待着自己的雨吗？这个雨呢可能是一种情感，是一种特别的连接。这个雨或者是这个等待是你等待已久的，被宇宙赐予的。当你等到了这场雨，又或者是说当你等到了这个人，你将得到你需要的净化、疗愈、情感的连结。这场雨不仅仅能够使你感觉到自己所等待的心愿被达成，同时也能够让你感觉到在这个人出现之后，你有很多的成长，你有很多的比方说一直想去做的东西终于可以开始了。也许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旅行，也许你喜欢两个人同行，那么这个人的到来，你终于可以去开始二人世界，你终于可以跟你的朋友
一起，对不对？我们所谓的几家人，对吧？一起出去旅行，或者是一起出去参加一些活动。也许你一个人，或者是没有遇见他之前，你想去做的事情没有办法去做，又或者是说有些事情还没有真正的开始，但是因为他的出现，他出现之后，他把你的世界变得更加的大，更加的宽，也使你能够感觉到因为他你成长了很多，你了解了很多在你之外的新的世界。我觉得在这个雨的能量当中，我还读到的是什么呢？大树和小树，这个就是遮风挡雨了。也许遇见他之前，你是一个人面对生活的酸甜苦辣，遇见他之后，有一个人能够陪伴在你的身旁也许他不能够解决你生活当中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他能够在这里，在你的左右陪伴你，跟你一起去经历，跟你一起去承担这个雨的能量给人的感觉是那种非常的宁静，但是却极有力量我们想一想那个植物它可能需要很多的营养，对吧？这个植物需要营养，水可能一般没有把它放在营养里面但是呢，我们想一想，其实水是营养之上的东西，有营养可能会长得更加的快，有营养可能会开出更美的花，但是没有水会死掉。所以水是生命的必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之一，也是生命本身的代表。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在尽头等你陪你到最后的这个人呢，在你生命当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我们现在来抽牌，我们来具体看好，我们放这里。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人的特点这个人跟你的缘分你们的故事或者是你们之间的连接有什么很特别的吗？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你跟他的爱情故事，也要去具体的找到他的相关特点，帮助第三副牌的朋友来识别或者是验证一下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之后遇见的他，是否是你在等待的，或者是说他是不是陪你到最后的那个人，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请宇宙告诉我们选择到第三组，东领域的朋友，在尽头等你陪你到最后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人？你们之间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吗？好，我们把它放这里，就在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关于你跟他之间是怎么回事呢？有几个关键字吧，我们先来整理一下。首先呢，在你跟他的连接当中有选择，然后呢，在你们的连接当中有很重的疗愈。选择和疗愈是你跟他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吧，第三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的生命里可能你
在遇见他之前呢，会遇见一些让你觉得好像很无解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未必都是从感情里来，也许也是在你的，比方说工作当中，也许有可能是在你自己的一个我们所谓的生活里吧。也许你会发现，你很想去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或者是你很想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又或者是你很希望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但是呢，在遇见他之前呢，我看到你的生活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崎岖。这个崎岖有可能是你没有遇到真正赏识你的人就是说你的这个才华没有被伯乐所看到。也有可能呢，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可能觉得有一些东西就是很限制你。也许限制你的是周围的环境嘛，我们这边有看到刚才有讲。也有可能限制你的呢是教条这个教条可能来自于你从小到大的生活家庭，也有可能来自于你比方说选择的公司，你选择的专业，你选择的比方说某个国家，就是你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嘛，对不对？也许你会觉得有一点限制了你。所以呢，我看到在你的能量磁场当中，就是会有一种很向往自由，但是却得不到自由的感觉。这个自由未必是我们所谓的很单方面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自由，我当前看到的呢，可能是一种想去走自己的路，想去追寻自己的方向，但是却没有办法做到，因为受到了限制，也许是物理的限制，也许是金钱的限制，也许是家人朋友责任的限制，对不对？所以我感觉到就是你可能在遇见他之前，你的心里就是有一点像是沉睡的小狮子，或者是沉睡的一个灵魂，你没有办法去很顺畅的施展自己所以说在你心中有一团我觉得是很明亮的火焰，还有一根非常尖锐的宝剑，就是在你的内心当中，你想去比方说拿起宝剑说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去表达自己，你有一个火在你内心，你想去燃烧你的灵魂，你想去燃烧你的热情，你想去燃烧你的激情，无论是对待朋友也好，是对待你的理想也好，还是说去选择你爱的人跟他连接，但是因为很多限制，所以你很多时候在真正的选择的面前，你可能会感觉自己根本就无能为力，或者是很难去真正的选择。我看到了这样子的一种有一点被压抑住的，有一点被封印的感觉第三排的朋友，我感觉你们被封印住了。所以呢，在你们的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你们的心情，在你们的想法层面吧，就是感觉到很想挣脱，很想飞出来，很想去奔跑，但是却没有办法。那么我看到很多朋友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就是说在遇见他之前呢，你可能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人生的基础方面的，或者是人生抉择方面的重大决定你要先去把它给完成，或者是先去做到。你要去找到一条疗愈之路，这条疗愈之路是疗愈自己心的路，疗愈自己的心，疗愈自己可能之前没有被认可，疗愈自己可能之前遇人不淑，疗愈自己可能是之前没有办法去选自己想选的，疗愈自己OK 有一些所谓生活里的无奈，你要学会去疗愈，去学会放下，去学会原谅，让自己的心轮真正的可以去为你转动，让你的底轮我们所谓的底轮、腹轮还有心轮这三个脉轮可以很顺畅的能量当中可以有流动感，去转动你的能量，然后去激发出你真正的潜能，激发出你真正的实力。也就是说，在遇见这个陪你到最后的人之前，你首先要救自己。救自己，你要把自己解锁。OK， 你要把自己解锁，你一定要让自己可以所谓的用你的心去感受你是谁，你究竟想怎么做，你究竟想成为如何的样子。
所以你要走上一条你真正或者是你真心想选的那条人生方向，在你所选的人生方向当中遇见你真正爱的人，所以这些都是选择有关，对不对？第三排的朋友啊，都是跟选择有关。你要开始去静下心来，去面对你生命当中从小到大的每一个选择，你是怎么选的？你有没有真正的去选你想选的东西？可能有的时候因为限制，你没有办法去选你心中之所爱，无论这个是人啊，是事啊，是物品啊，对不对？你要选心中之所爱，也许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是你心中所爱，然后用你的努力，然后用你的坚持去转着啊，我们所谓的，也许你要的是在这里，你在这里你没有办法到达，那你就要绕着想办法，但是不能够忘记这个目标，不能够忘记心中的这个方向。你要让你的灵魂真正的为你醒来，为你燃烧，去勇敢的追寻它，让自己可以去挣脱所谓的束缚，去挣脱外面和外界给你的影响，去挣脱那个封印，让自己可以燃烧。我这边看到第三组牌的朋友有很多的这种灵性相关的啊，就是火的能量啊。火呢是我们对未来的期盼，我们对未来的信仰，不是说基于当下的所谓的认同，而是我们心里其实喜欢想去拥有怎样的未来，然后我们用行动，然后我们用信念去坚持的相信，去坚持的行动，直到我们到达那里，这就是火。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啊，在你遇到这个陪你到最后的人之前，你有一些选择题，是人生的选择题，你要去做。你可能有的时候呢，会手里抓着一个东西啊，你拥有的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呢，是你手里没有的，但是却是我们这里啊，连接你的心脏，也就是你真正想得到的东西。两个东西其实都在你的手里，那么你的专注是你现在所有的，还是说你想去真正拥有你想爱的？这个选择题它会伴随你很长的时间。那么我看见第三副牌的朋友啊，其实你们所谓的真心选择，这个能量一直都在你们的心里，在一个被封印的一个很深的地方，它烙印在你的这个能量磁场当中，你需要去认可它，发现它，抓住它，抓住自己的心啊！无论是对于感情，还是对于你的理想，还是对于你喜欢的物品，你一定要抓住自己的心。在每一次的选择里，如果你都选择心之所向，或者是说我不选那个我不喜欢的，然后呢，我用我的办法，我用我的行动啊去选，最后可以得到我要的，就很好了啊！我这边看到这种能量啊，所以说，当你遇见这个尽头等你的人，当你遇到陪你到最后的人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完完全全可以做到所谓的自己的独立，可以去独立的做选择，可以去独立的争取你想要的东西，而不是被之前的像之前一样的被封印，或者是像之前一样的没有办法选择的那种无奈。所以我看到在你遇到最后的这个人，或者是我们所讲白头偕老的他，遇见这个人之前，你自己有很多的成长，你自己有很多的功课要做吧，应该这样讲。但是呢，当你成长，当你独立，当你长大，你将遇到一个非常好的人。那么这个人呢，是你生命当中的雨水，是你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我们这边也看到了圣杯国王。我看到的是第三副牌的朋友啊，这个人呢，他是水，他是雨，他给了你什么呢？我觉得给了你疗愈，也给了你所谓的你在改变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做自己的这条道路当中它是你的奖品。OK， 第三副牌的朋友啊，爱情对于你来讲是奖品，
我们刚才讲很多的必须，对不对？但是这个人是你的奖品，而你自己的生活才是你的必须。什么意思呢？当你把自己的生活调整到你喜欢的样子，宇宙会让爱情也同样的敲打你的心门啊。爱情这个真正的我们所谓的一生一世的陪伴，又或者是陪你白头到老的他，也许你在创业也好，是追寻理想也好，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你会感叹，就说可能别人都已经结婚生子，为什么我还没有遇见这个人呢？那么宇宙在告诉你，这个人他是你成就自己的奖励，他并不是说我去拥有一个人，然后我就很快乐了，我就定下来，我就停下来，不是这样。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一定要做自己，你们一定要去追寻自己。那么你的爱情是你的奖励，宇宙给你的奖励是一个灵魂伴侣，是一生所爱。我们看到了圣杯国王、圣杯二和恋人牌，这个人他不是你的选择。我们看到恋人牌是逆位，他不是你的选择，因为他是你唯一的选择，就不是二选一，这是你一定会选的，这是你不用去想你就知道是他的人。你们两个人携手，你们两个人心心相印，你们两个人呢会给你们的生活投入更多的营养和元素。你跟他之间没有所谓的上下，你跟他之间是携手，是当你走到一定高度，他在那个平台等你到来，你们两个人携手在那个地方稳定下去，一起看那个高度的风景我看到是这种感觉。所以说有些朋友第三组牌的朋友，无论你们现在呢人生走到了哪一个阶段，如果你们正在努力的，你们正在坚强的继续的去选择自己想去走的那条路，不断的去排除外面给你的干扰，不断的去努力的排除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因素可能会给你的一种抗力，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这条道路绝对是属于你的路。最后你会不断的改变你的选择，直到你发现你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你心里真正想去选的。那么你过去的伤，你过去的痛，你过去的任何的可能觉得委屈的、遗憾的、无法解答的东西都会得到真正的疗愈。OK， 所以说当下的你想给所有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在当下努力的你一个掌声，一个拥抱，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前行。那么不要担心你走自己的路害怕没有人呢陪你，害怕没有人最后迎接你，因为你太优秀，所以没有人能够配得了你，不是这样的。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要勇敢的放飞自己，勇敢的去站在你生命当中所期待的那个高度和那个云端。宇宙说一定会有那样子的一个人，跟你有同样高度，跟你有同样智慧，跟你有同样多爱的一个人呢，在那个地方等你。当你稳定，他会在那里出现，他会等你到来我看到是这种挺有意思的今天读的这个能量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当你到达了你人生的那个我们所谓的你需要到达的那个高度，或者是你需要到达的那个稳定期之后，那么它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它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也许有些朋友第三组的不一定你们会遇见很多不同的桃花，不一定你会跟所谓的这些人呢有很深刻的爱情，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许爱情并不是你的主要的一个方向，你生命当中最主要的一个方向是你自己，是你做自己。那么当你真正的我们所谓的完成了这个课题，或者是成就了自己的独立，你会发现会有一个跟你很类似的人，一样优秀的他在那里等你。你不需要做很多的选择，你也不需要经历所谓的感情的课题，而是你会发现这个人就是你的天命这个人就是你的真命天子或者是真命天女，很简单
啊，你的爱情其实很简单，但是遇见爱情之前，是你需要去修的课。好，来，我们接下来呢，寻找一下关于这个对象啊，就是陪你到最后的人，白头偕老的他有什么样子的特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这个人啊，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她有什么样子的特点呢？如果这个人是女生的话哦，我觉得这个人她其实是挺不一样的，就是她不是那种会很精致、很精细的，她可能会比较喜欢休闲风，她比较喜欢很松散的感觉啊。她穿衣服、她的打扮其实是很放松的状态。那么她在很多时候可能给你的感觉，她很独立，她的能量不是关注于他世界里的某人，他的能量更多的是关注于自己，他想做什么，他想玩什么啊，他想去，比方说哪里走走看看。那么他的衣着打扮呢，会是那种很符合场合的形态。他不太喜欢非常正式的场合，他更加喜欢轻松的、放松的，就是真实自我的感觉啊，他非常的真实。所以有一部分的朋友啊，如果这个人是女性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其实是很热情的，很会聊天的，很开朗的，爱笑的。而他喜欢的颜色可能会比较的热烈，我们所谓的春夏的颜色啊，彩色的啦，颜色比较的浓艳的啦，比较喜欢这种对比啊，撞色系。那么如果这个人是男性的话，其实他会给你的感觉很热情，非常的热情，而且呢，这个人呢可能会给你的感觉很温暖。如果这个人是男性的话，也许他有比较我们所谓的身材非常的魁梧，对不对？他会有那种好像你可以依偎在他身旁的动力，因为他就是给人的感觉高高的、大大的，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这个人是男性的话，他会给你的感觉非常的稳定。我觉得这个人比较像是你隔壁的或者是你邻家的一个大哥哥的形象吧，就是给人的感觉很温暖，然后很稳定。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个作息，他会有他就是一定的热度，就是保持在那个地方。如果这个人是男性的话，他也不是属于那种很冷淡的，而是他可能会有那种很温暖的温暖的感觉。你可以去找他，你可以找他玩啊，你可以找他帮忙啊，你也可以找他去聊天呐，都可以的哦。那么如果这个人是男性的话，他可能会比较喜欢一些户外的运动，而且这些运动会有一点冒险的有一点就是我们所有一点危险的，有一点极限的这样子的运动，因为他是比较喜欢我们刚才讲喜欢自由，然后是比较喜欢能够挣脱、有野性的一种感觉。那还有一个能量呢，也非常的有特点就是我看到你跟他之间呢，可能在这个肤色或者是在某些特质上面也许是颜色的选择，你们两个人可能是撞色和对比，比方说黑白配。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来通过一下神谕卡，继续来为大家寻找一下关于这个人的特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特质。看看这个人还有什么样子的特点呢？宇宙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信息和指引呢？我们看到了这张牌，然后刚才这张牌非常的明显，我们来看一下。好，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火元素 Fire。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镜头等你的他有很强的火元素我觉得这个人双子，然后呢有狮子双子、狮子、射手、白羊这些能量都会有可能，非常有可能。那么我们在这个 fire 的能量当中呢，看到的是 passion。那么这个 passion 的能量、热情在我们的最后一张恋人牌这里也非常非常的明显。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其实这个在镜头等待你的他是一个对你极有热情的人。这个人呢会为你奏起最美妙的爱情的旋律。
也许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要的爱情并不是简单的，你们要的爱情也不是那种所谓的淡淡的，然后呢长长的。也许你们想要的爱情呢是那种火热的，是那种瞬间能够燃烧起激情，并且能够无限燃烧的一种爱情。那么我看到呢，其实你们的这个陪你们的人他也是你的灵魂伴侣啦。我看到这个人的火元素真的非常的强，他有无穷无尽的火可以去燃烧。也许有一部分的朋友在你们的人生前一个阶段可能会更多的投入工作、事业以及你们的理想，包括你们自己的生活的整理方面。但是呢，一旦你们走到了生命的稳定期，遇到这个会陪你的他，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爱人，宇宙给你安排的这个人是非常有激情的，他能够让你感受到那种激情的燃烧，让你感觉到那种冲动，让你感觉到爱情可以如此的炙热。也许这种炙热和这种燃烧，恰恰是能够温暖你的心我们所谓的爱情是你的奖品，是你的奖励。这种燃烧感，这种热烈感，才是能够真正让你觉得你过去的努力和辛苦都是值得的。也许是这种感觉雨露和火雨露和火焰。那么你们的这个对象我觉得他可能对艺术也有很高的追寻。这个人有可能会非常的会唱歌，喜欢流行音乐，喜欢经典音乐，喜欢乐器，会玩乐器会乐器的男士还是女士都是非常有魅力的，对不对？无论他们是拉小提琴、钢琴、吉他鼓手，都是给人的感觉那种非常的振奋的，对不对？那么他喜欢的音乐可能也是你喜欢的音乐，你们两个人能够在音乐或者是喜欢的音乐的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去交流，或者是很有共鸣。那么我们除了这张火焰，还看到了这张牌Artisan。这张牌呢非常明显，这个人的手工能力非常强，这个人他的手非常的有魅力这个人如果是男性的话，也许他的手是那种大大的如果这个人是女性的话，他的手很纤细，很会编东西，或者是很会做事情，他的手拿出来是修长的，是你喜欢的类型。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人多才多艺，我这边看到非常明显。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在镜头等你的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灵魂。这个人呢，可能从事的工作，或者是他有一个很厉害的业余的兴趣爱好，或者是业余的一个事业这个有些人呢是有2个事业的，这个人有可能是有2个事业的，当然这个人也有可能就是全职的艺术家。那么他在手工艺、编织、创作、音乐，对不对？等等方面可能都是很厉害的。也许他的艺术天分，他的多才多艺，能够让你觉得很有魅力。那么也就使你们2个人可以去聊的话题，可以去探索的话题更加的多。那么从这个能量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也许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至少你们可能对于艺术是不排斥的，你们喜欢艺术，你们喜欢去追求一种感觉，一种自由感，对不对？我刚才讲自由，怎么样去追寻自由，怎么样去做自己想做的，自己感兴趣的，自己觉得有热情的事情，也是你们在能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么你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也许同样喜欢那种能够为自己的爱买单的人，而不是放弃梦想，而是想办法怎样去实现梦想的对象。那么我看到这个人在这一点上，也许能够深深的让你着迷他能深深的让你着迷。所以呢，在你们约会的时候，在你们真正相见了以后也许你们会有非常多精彩的，或者是难以忘怀的一些夜晚，或者是一些 moments。也许是一起逛艺术馆，也许是一起走，就是去看博物馆，也许是一起去逛画廊，又或者一起去听音乐会。那么这些活动，我觉得它能够让你，我们看到雨露，它是你灵魂的滋养。
当你能够让自己绝对的独立，当你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所有的束缚，把自己的人生解锁，你会发现啊，一切都是能够去我们所谓的正得。宇宙给了你这么好的一个爱人，宇宙给了你这么棒的一份爱情，那么当你真正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那么你就能够抓住这个人的心，你就能够驾驭得起这份爱情。所以当你们真正连接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第三副牌的朋友啊，你们会为自己鼓掌，你们会为自己感动，因为你们会发现你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而你的生活，而你的每一天将会在遇到这个人之后呢，我觉得你会更开心，更满足，更快乐，更幸福啊！这个是我看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所以呢，其实第三副牌的朋友，你跟他之间是灵魂伴侣，而且呢是恋人的关系啊，你跟他是恋人的关系，你们两个人之间有非常强烈的激情，有非常强烈的热情感，这种燃烧的这种火焰般热度的能量，不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能够遇到的。这个人能够让你去燃烧，充分燃烧你的热情，能够让你去充分的表达你的灵性，以及你想去表达的那个真正的自己。好，我们来看一下月亮牌，月光女神。我们来看一看关于你们的这段爱情还有什么样子的来自宇宙的指引，或者是关于这个人还有什么样子的。21号牌 Resilience 毅力。这张牌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女士啊，她扛了很重很重的包袱在自己的肩头。这个是亏凸月5号牌。当满月过后啊，亏凸月这个月相呢是开始慢慢的进入到尾声的阶段，或者是我们想上半个周期和下半个周期，现在呢是一个亏凸，是下半个周期。这个时候呢，其实要减压去释放，但是呢，需要我们去承担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够轻易的妥协和放弃。那么这张牌给我的感应啊，首先呢，我看到是，关于这个对象啊，陪你到老的这个人啊，他是一个，我觉得是很有责任心的人 ，resilience。他知道什么东西是不能够轻易的改变，不能轻易的离开，他有一份责任感在他的心间。也就是说，你们将遇到的这个陪你到老的人，不仅仅有满满的热情，有我们刚才看到的华丽、美好、多才多艺，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他的责任心在于，一旦选中了他心中的所爱，也就是你，他不会轻易的放弃。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这一生将解锁坚持自己心中的所爱，将解锁你们心轮的一个能量，非常重要。而你们的这个尽头等你的他，和你有同样的觉悟，和你有同样的灵性 resilience。 第二个能量呢，我看到是其实在你遇见他之后，第三副牌的朋友，你心里的一些包袱吧，我感觉到你心里的包袱，这个包袱也许是你之前吃的苦，也许是之前你努力的时候受到的一些我们所谓的挫折啊，可能这些东西在你的心里也是压力很大的。但是呢，我刚才讲过，你的爱情是宇宙给你的奖励，所以这个爱情的到来，或者是这个陪你到最后的人的出现，会让你慢慢的去释放一些东西，释放掉你曾经的怨，释放掉你曾经的恨，释放掉你曾经可能不能够理解的。而这个人的到来能够洗刷你的灵魂，让你看懂宇宙没有忘记你，有一个如此完美的恋人呢，在最后等待你，等你出现，等你到来。所以你心里的这些包袱，你心里的所谓的压力，以及你曾经的怀疑，都会因为这个人的出现，我觉得是慢慢的释怀，可能会从之前的不理解，慢慢的变成感恩这一切，感恩这个安排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灵魂的连结。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们灵魂的连接啊，感恩宇宙。好，我们看到的是宇宙。第3张牌的朋友啊，我们这个灵魂的连接，我们今天抽到的是宇宙的能量啊。他说宇宙呢正在指引你，指向一个你生命当中最特别的人，请你允许所有的事情以它最自然的方式去发生、去发展。这个是宇宙。那么这张牌呢非常的明显啊，当下所有第3副牌的朋友，你的人生出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你人生出现的任何的抉择、决定、2选1啊，都不是所谓的偶然。你们要勇敢的、努力的去做选择。刚才我已经讲过，你们的选择很重要。在遇见他之前，你们要学会如何为自己做选择，如何选择和自己灵性、和自己的内心真正对齐的选项。只有当你们勇敢的选择，去选择你们想选择的那个选项，你们才会慢慢的走上自己的路，并且在自己我们所谓属于你的道路当中越来越顺利。而在这条道路的尽头，将会有一个你一生所爱、真正的恋人，并且跟你是灵魂伴侣关系的对象，在那里等你。你们将一起俯瞰最美好的宇宙，你们将拥抱人间当中我觉得是全篇的美好。爱情是你们最后的奖励。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3副牌的朋友啊，今天呢为大家连接到的关于这个陪你到最后的人啊，在尽头等你的他相关的所有的内容和讯息。那么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帮助到你，也祝福所有第3副牌的朋友，相信宇宙的安排，宇宙会给你安排一个最棒的爱情。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